新冠疫情全球肆虐，危害不减，大国兴衰是如此的剧烈，目不暇接。世界各国都需要一个观察和思考的过程，每个国家都要重新适应这样的环境，即使他们再留恋以美国为中心的时代，也不得不面对站起来、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中国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怎么适应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事件？我认为欧洲和澳大利亚恐怕都要动动脑子。最近呢，欧洲内部又吵起来了，一部分政客认为呢，要继续强硬的贯彻反华政策，另一部分工商界的人士表示，一定要和中国保持接触，否则生意就做不成了。不久前呢，又传出消息，澳大利亚的贸易、旅游以及投资部长丹特汉表示，莫里森政府正在寻求和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，希望能够解决分歧和问题。这些事情呢，都发生在拜登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的视频连线之后。无论欧洲还是澳大利亚，甚至更多的美国的盟国，都要学着适应一个美国说话不管用的世界。美国确实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，这种强大不仅仅是领先，更使它有实力能够压得其他的国家喘不过气来。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，至少美国在对付中国的时候，已经很难做到让中国喘不过气来，他自己反而会气喘吁吁、精疲力尽，这就会给整个国际局势带来决定性的影响。如果美国真的把中国当成头号对手，把全部的国力、财力和军力都拿来对付中国，那么对世界其他的地方、其他国家的控制和压力，那肯定就会大幅度的降低。那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力量就会不由自主的思考，我是谁的问题。欧洲国家对待美国的立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。有些国家是被迫受美国的控制，最典型的就是德国。有些国家是心甘情愿的投靠美国，以避免自己在欧洲被边缘化，比如说立陶宛、捷克之流。英国呢，相对呢就比较例外。这个国家和美国是同文同种，全心全意代表美国利益，这是英国从政府到民间的广泛认同。事实已经向全世界证明，美国拿中国没有办法，中国可以顶住美国的霸权主义的政策。而美国呢，已经不是那个山巅之城了，不再是那个轻易就能摆布其他国家命运的超级大国了，甚至离开了别的国家的工业生产和制造，美国连正常的生活都难以为继了。那么任何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再把自己的命运和美国紧紧地绑在一起，那是聪明还是愚蠢呢？相信呢，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多的引起世界各国的思考，特别是和中国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，这是经济基础干预决定上层建筑的必然结果。对欧洲的很多大国来说，中国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。如果一方面需要和中国做生意，一方面又要按照美国的旨意去和中国作对，甚至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，那是不现实的。而且如今的中国不会再容忍欧洲政客的反华行为。我相信在经济贸易的推动之下，欧洲绝大多数国家最终会适应现实，把中国当作一个平起平坐的朋友。澳大利亚的情况比较例外，到目前为止，这个国家坚定地追随美国，并且冲在反华的最前沿。中国在等待观察了至少1年之久之后，对澳大利亚实施了严厉的制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美国不断地给澳大利亚鼓劲助威，但是在暗地里呢，美国就趁此机会不断地期待澳大利亚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，特别是农产品。当然了，澳大利亚的政治智商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，面对这样明显的事实，仍然还没有反应过来。当今世界形势变化是如此之快，新冠疫情全球肆虐，危害不减，大国兴衰是如此的剧烈，目不暇接。世界各国都需要一个观察和思考的过程，每个国家都要重新适应这样的环境，即使他们再留恋以美国为中心的时代，也不得不面对站起来、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中国。好，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。